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酷索。今天一早的节目呢，大家看到我熟悉了这个背后的这条路啊，就是通往清水寺之路。一早呢，就趁着无人的时候，没有游客的时候，去清水寺散了一个步，真的非常安静。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大早可以出门散步呢？因为前2天已经立春了，京都的天气现在变得非常的暖和。说到立春，春暖花开呢，我就感觉到京都的樱花季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我想了一下呢，这期节目里面呢，正好给大家推荐我们古亭君旅馆在京都的3间最适合赏樱的旅馆和酒店啊。那在我今天推荐的这几间酒店和旅馆里面呢，既有适合一家人出行的很大的京都的传统的丁屋旅馆，也有可能小而精致的高端的适合跟朋友跟情侣一起旅行的。那最后还有适合一人旅的啊，我们来做一个京都赏樱旅馆酒店的大组合啊。好，我现在回到了我昨天住的这一间西之宿啊，那这间离清水寺真的很近，我走几分钟就回来了。大家来清水寺会坐公车，然后在清水道下车嘛，它就在那个车站后面，真的非常的便利。我给大家推荐这一间古亭君的新屋旅馆呢，也是因为它是我觉得大家来京都赏樱必去的2大景点，一个当然就是清水寺了，清水寺里面全部整面都是樱花啊，所以你从这里去清水寺赏樱是最便利的。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便利的因素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清水寺那个一到樱花季啊，最热闹的季节就是人挤人。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早上6点钟就起床，一开门就去，那你可以享受一个非常寂静的无人的，并且拍照很美丽的清水寺。那这旁边呢，一出去路口边呢，还有一个我们自己运营的和服店，那就是你可以穿上和服去2年坂、3年坂散步，然后走到清水寺去拍照。另外一个呢，在清水寺在高台寺这一圈呢，还有夜樱开放时间，京都都会那个夜间亮灯嘛。那这个时候呢，住在我们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你赏到很晚了，你再回来你也不用折腾，你不用交通，对吧？你还可以喝点小酒微醺着回来啊。那第2大景点是什么呢？就是京都市民都非常热爱的圆山公园的枝垂樱，在八坂神社的后面有个巨大的樱花树啊。那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下面非常多的屋台都会出摊，大家在樱花树上摆上摊子，然后坐在樱花树上喝酒赏樱，那是京都人非常喜爱的。那距离这个赏樱地标最近的这个西之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吧。好，我们现在的这个西之宿这个现代型的仿丁屋的旅馆啊，它总共是由3栋构成。这3栋呢，每一栋的面积啊都高达70平方米，它有上下2层。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会把它推荐给家族出行啊，带着父母带着小孩一家人住一栋。那如果你是几家人一起来，正好把3栋都包下了，那整个就是你的樱花季的包场体验啊。西之宿的3栋呢，分别是1号院、2号院、3号院。那我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开箱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号院啊是什么样子。欢迎光临。那我们进来了啊，这个木头的香气再度的传来，也是我最喜欢这种听屋型旅馆的地方啊。好，那我们1楼啊，就照例的1楼都是我们的起居室啊，我们的客厅、我们的厨房、我们的浴室、我们的厕所都在1楼啊。那2楼呢，就是2个卧室。那先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一间的1楼的起居室啊。OK， 那一进来呢，我们这个空间也是延续了古亭君旅馆一贯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既有日式的又有西式的，我们把2方的这个优点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我们现代的组合啊。那你看我们这边既有一个榻榻米的这个休息的空间，那为了防止大家的腿不那么辛苦呢，也是一个下沉式的啊，大家腿可以休息。那对于喜欢坐沙发的朋友呢，我们也是设计了一个比较这种西式的，你看这2边就完全是2种风格。
那这边呢，就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厨房空间，大家也是可以自己做饭，那餐具也是齐全的。那这一间的卧室呢，也是一贯的有2款啊，就是一间合适的榻榻米的，那另外一间呢，就是对于睡不惯榻榻米的，有一个超级大的大床房。以往的经验呢，是小朋友来，他们非常喜欢睡榻榻米的那个房间，还可以打闹什么的。那大人也好，父母也好，可能会安排他们睡大床房，也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真的就非常的适合呢，你带着父母，带着小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短居一段时间，那你日常可以出去吃饭，也可以在这里做饭。那晚上整个空间呢，也都是属于你们一家人的，它就非常的舒适。你看，鸭川的大明星。OK， 我为什么会来到鸭川边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第2条京都的赏樱线路啊，就是鸭川的东岸的沿线。那尤其是从7条大桥到3条的这一段，大概2公里的路程，旁边就是栽种了非常多的染井吉野和自垂樱。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这是一条缓慢的能够散步赏樱，并且没有人挤人的观光景点的一条赏樱线路。不瞒大家说，我第一次来京都被带来赏樱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啊。对，这个就是自垂樱，到时候那个樱花就会那么垂下来。我有看到啊，虽然有点高原，看它那个花苞已经就是结出来了，感觉今年的春天会来的比往常要早一点。大家现在看到的鸭川呢，可能还是在冬天没有醒来的比较枯黄的样子啊。那来这边赏樱呢，其实会非常推荐大家就这样来河边坐一坐，然后后面便利店买一些赏樱酒啊、赏樱的那个小零食啊，会有非常多的游客也好、本地人也好，就铺上野餐毯，喝酒啊、聊聊天啊，一整天都坐在那个鸭川边赏樱晒太阳，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那在鸭川这条经典线路赏樱呢，就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第2间的古町君的旅馆了，就是现在我们走路要过去的古町君新屋系列的东山望月居。好，现在回到了我们的第2间今天要推荐的古町君新屋系列的旅馆啦，就是我身后的这一间东山望月居。那这一间呢，也是我们古町君的现在的京都的旅馆的旗下最崭新的一间啊。那我们这一栋就是按照传统的丁屋形式设计的这个，你看这个叫鳗鱼的寝床，这个细窄的走廊进去的这一条呢，2边就是房间。我们一共有6栋啊，这种也是2层的这个形式的。好，欢迎光临。我们这一间呢，比起刚刚我们去的西之宿，就是它的面积要稍微的小一点点，它大概每一栋是在50到60平米的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它在整个京都的这个旅馆里面也是属于面积非常大的了。那1楼呢，依然就是这种西式的起居室，然后有厨房和浴室。2楼呢就是2个卧室。那这个推荐给什么呢？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情侣出游啊、夫妇出游啊，另外就是2、3个好朋友啊，就比较适合住在这里啊。就是这一栋我觉得非常有特色，就是我们泡澡的那个浴缸是个半露天的，它那个浴缸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日式庭园的。好，那我现在带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我很喜欢的泡澡空间，这个是我在我家享受不到的美妙的泡澡空间。Hello 对，你看我身后有一个浴缸啊，就是到了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是可以泡在这里感受这个枯山水庭园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体验。看大概就是这样的。哇，我这个视觉效果不错，我已经能够预计到在樱花季的时候这间房肯定是没有的，躺在春天的那个樱花的气息的街区中来看着枯山水庭院泡澡，这个感觉真是好京都啊。
那我们2楼的这个西式的这个大床房的大卧室有一个我最得我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为暴走在京都的游客们设计的按摩椅。这个在樱花季真的很合适，因为樱花季赏花要走很多路，我是深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晚上你走了暴走回来，泡完澡之前或泡完澡之后来这里按摩，我觉得真的是5星级的享受。好，那我们这边也是必备的，有一个厨房和厨具都是非常齐全的，就真的非常适合想要自己做一些吃的东西的。你看试，我们是准备了6个杯子的，所以6个人是可以入住的。那电饭煲也有，你可以自己煮饭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对，我们有前台长期在这个地方帮大家解决各种需求啊。那在我们这个前台旁边呢，这个旅馆里面也是并设了一家餐厅的，也非常方便解决大家的餐饮问题。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第3间要推荐的旅馆啊，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推荐了2间我们古丁君的新屋系列的高端的旅馆，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我了，说我一个人来京都旅行，我住不了那么大的京町屋这种2层形式的怎么办啊？那不用担心，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间，我身后的这一间呢，跟前面2间形式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叫做京都站东29，是一间位于京都站附近的公寓式酒店啊。那这个里面呢，一共有4个房型，它既有适合1个人独旅的房型，也有适合2个人跟朋友一起的房型，还有适合1家4口的这种家庭房啊。那总有一个是比较适合你的，并且呢，比起另外2个呢，它是更加的经济实惠型的。好，那这一间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赏樱圣地的啊。那大名鼎鼎的东寺就在京都站的附近，它也是世界遗产的赏樱圣地，有非常高大的枝垂樱，并且它也是京都赏夜樱的一个必去之地，它夜樱非常的美。因为这间它在京都站附近嘛，所以京都站它其实是有前往京都的各个的景点、各个的赏樱名士的直达巴士的，所以你只要从这里出发，每天就选择那么1、2个你要去的地方，搭着巴士去，搭着巴士回来，再来我们里面的厨房做做饭，那就是完美的赏樱一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啊，京都站东29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公寓式酒店呢，都是以这个末尾数字结束的啊，就代表它的房间数，就是它在京都站附近，它有29个房间。那这29个房间，4个房型呢，有最普通的1个人入住的，也有我现在带大家来看的这个是一个中间的房型啊，它其实是可以有3个人入住的。那这种公寓式酒店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我说麻雀虽小，但是它在京都的酒店里面也是绝对的宽敞型的啊。那这种公寓式酒店的最好的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厨房，你是可以自己做饭的，厨房厨具都很齐全哈。然后也是有冰箱、微波炉、烧水壶，并且有洗衣机，就是这个真的是舒适型的居住体验。好，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古丁君赏樱系列酒店旅馆就到此为止了啊！赏樱这件事情真的不仅是外国人来到日本必须要做的排在第一的事情吧，也是日本人的头等大事。那今年京都的樱花的预测开花时间呢，会比往年要稍微早一些，会在3月24号开花。虽然随着天气的变化之后还会有一些就是前后的调整吧，但基本上这个时间是没错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到了那个时候再订酒店或旅馆呢，肯定是订不到的，出多少的高价可能都订不到。樱花季是一树难求，那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酒店和旅馆订起来了。我们古丁君的这3间呢，也希望能够成为你樱花季来到京都的一个你的京都的家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是作家库索，也是古丁君旅馆的主理人。我和古丁君旅馆呢，在京都的樱花季等候着你的到来。那么拜拜咯。